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距离过年只有几天了，那这里也提前祝大家2026年春节快乐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来聊一个关于个人成长的话题，那就是怎样处理我们对世俗规则的厌恶。当然也是因为最近我和一位朋友大量的讨论这个话题，让我有感而发。在做这期视频的过程中，我联想到了这样几个典型的案例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认为自己极具艺术家和作家的天赋气质。他跟我讲述他内心涌动的感受是多么宏大，多么复杂，充满了丰富的奇思妙想和灵感。然后当我问他，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发表呢？他却摇摇头说，文字太苍白了，根本承载不了自己内心非常丰富和有趣的想法，而且一旦写出来就不是那个感觉了。另一位有才华的男士，他身上带着一种忧郁的气质。他喜欢写作，也偶尔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文章，但他并未坚持，只是随心情而创作。他认为自己的东西太超前了，当代人的审美跟不上，注定是小众的。这本来无可厚非，但他竟认为现实社会是肮脏的，是充满了剥削、压迫和异化的。于是他非常抗拒去找一份工作，也拒绝进行商业合作。他习惯引用这样一系列形而上学的命题，比如人应该是无价的，人是万物的尺度，或者说人应该是目的而非手段。然而这些命题在遭遇现实时却会面临着巨大的尴尬和矛盾。理论上人是无价的，然而在现实中我们无可避免地要接受市场对自己的定价，接受被量化、被物化。在他看来，这种被定价的过程就是对自己灵魂的贬低。因此，只要我不进入市场，我就是无价的，我的潜力就是无限的。可一旦我接受了那个具体的职位，我就变成了一个被制度异化、被 KPI 考核的螺丝钉。以上两个案例都体现了当事人对于世俗规则的抗拒和排斥。当事人认为自己的个性、灵性或者说独立的人格是与社会性互斥的，双方是敌对的关系。而在现实中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更常见的变体，也就是一些人非常相信风口、认知差或者是某种神秘的富人思维。他们时常认为自己能通过一次精准的投机，一个惊天动地的商业点子，一次商业合作，或者结识某位大佬，就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，完成弯道超车。而如果有人建议他们先去学习一门学问或者技能，或者从基础的事物开始做起，逐渐积累经验，他们会表现得极度厌恶。在他们看来，那些按部就班的学习，不够新鲜有趣的工作，缺乏高度的创造性的事物，简直是一种对生命的浪费。那种常规路径太慢了，太枯燥了，也太线性了，充满了平庸的班味儿。他们潜意识里认为，我是一个独特的灵魂，是生来就要创造和创新的，所以我不能像那些追求稳定的普通人一样，去忍受这种缓慢的爬坡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，那这期视频我们就先从这3个案例开始，探讨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，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承认，在上述3个案例中，当事人对于这个世界，尤其是当下的中国社会的感知是敏锐和深刻的。中国社会在许多维度上对于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不友好的，甚至是残酷的。中国高考的内卷和竞争激烈是众所周知的，即使考上很好的大学，如果选择了一个冷门的专业，比如哲学、艺术史等等，那么他的就业面显然是比热门专业要少很多的，除非他用丰富的个人能力去弥补。就业市场不在乎你的灵魂有多深邃，有多么丰富的灵感，而只会用最简单粗暴的逻辑问你，你的变现能力在哪里？教育制度也是我们在频道里反复批判过的话题。从童年开始，我们就进入了标准化的考试体系之中。
你的好奇心，你的发散性思维，你对世界独特的感知，在标准答案面前往往显得多余。我们被规训要去争夺那个唯一的分数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人被扁平化成了排名。而当我们熬过了教育的规训，进入职场后，也常常会陷入另一套隐蔽的束缚。比如中国的职场充斥着令人生厌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，我们需要面对冷冰冰的 KPI 考核，应付那些无意义的周报，为了开会而开的会，以及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办公室政治。在这些时刻，你确实会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主体的尊严在被剥离，你变成了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。那有人可能会说，我不去上班，做自由职业，搞创作，是不是就自由了？其实也未必。无论你是写文章、做视频，还是写小说、做音乐，虽然表面上没有了那个指手画脚的老板，你的创作独立性要更高了，但无形的枷锁依然存在。你必须经常思考，我的读者是谁？我该如何盈利？我的浏览量如何？最现实的是，你需要学会和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斗智斗勇。算法是冷酷的，你可能不得不调整你的内容，去迎合受众的某种情绪。于是我们会发现，异化其实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境遇，只要他决心从世界上获取资源，他都必然需要改变自己，调整自己，去适应外部环境。因此，那种对于自己的个性会被社会吞噬的恐惧，当然是非常真实和普遍存在的。不过，当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警惕一种心理陷阱。当我们面对现实的痛感时，我们很自然地会去关注权力的不公正，关注那些压迫性的、规训人的政治、经济和教育制度，去识别和觉察主流文化对我们潜移默化的操控和渗透。这是因为我们内心里怀着更美好的理想，这当然是极其必要的，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极为微妙的分野。同样是对于现存体制和文化的反抗，其实可能源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主义。如果不加分辨，我们很容易将这两者混淆。第一种理想主义是向前的，它是站在一个自由的主体视角，为了让自己更好地实现自我，为了去创造更合理的规则而进行的反抗。这种反抗者具备了社会化的能力，他们是因为看到了规则的局限性，才选择去超越它。在无法改变现行规则和制度的情况下，他们会尽可能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，力所能及地扩大自己的自由，努力地创造和建设。即使在一个极其狭小和不自由的空间，他们也要争取在产品上留下自己的痕迹，并不会因为现实中存在各种黑暗和不完美就放弃去创造。比如一位曾在体制内工作的朋友，对于形式化的公文感到痛苦和厌倦，但他仍然努力在公文中加入自己的思考，为的是让自己不被同化。一位在军队从事文职工作的朋友感到抑郁，但他仍然坚持读自己喜欢的书籍，坚持思考和提升能力，为离开军队后的生活做准备。他们身处不自由的环境，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创造，而是尝试戴着镣铐跳舞。而第二种理想主义则是向后的，他并非真的想要建立什么、建设什么，而更多的是出于对那个原始状态，也就是那个未分化的、不被定义的、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儿童状态的缅怀。当事人常常表现出对这个平庸、琐碎和无聊的世界的厌恶，批判这个世界是如何的异化和剥夺我们的主体性的，但这种批判并未导向更多的创造，反而导致了一种停滞和封闭。因此，他们对于异化的反抗就带着一种比前者更加先锋、激进，但也更加空洞的色彩。他们容易感受到痛苦和丧失，但这种敏锐是以身处母胎之中被无条件满足的感受为背景的。他们用来批判现实的旗帜和理想，其实是那个听起来美好但却不切实际的母胎化环境。比如，很多人都对中国的应试教育深恶痛绝，尤其是语文作文。这些作文逼着孩子说假话、套话，使孩子不能表达真情实感。这当然是非常合理的批判，
我们的频道也专门做过一期视频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在这个层面上，西方的教育体系确实在尊重个性表达上做得更好。然而，当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审视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只要是考试或者考核，不论你如何的改变它的形式和内容，都不可能全面的接纳我们的自我，也就是说，异化是不可避免的。比如，你申请西方的大学要写 personal statement 或者 motivation letter， 虽然学校要求你展现独特的自我和个性，但这显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便写，你仍然要遵循另一套游戏规则，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示一个符合学校价值观和审美的形象，而那些混乱的、阴暗的想法当然是不能写上去的。不同的社会制度当然有着巨大的差异，但我们要进入社会，其实都不可避免的要承担这种真实自我和社交形象之间的磨损。我们需要表演，需要策略性的妥协，而这对于我们原初的那种全能感来说都是一种否定。正如我们在10月5日的那期视频里所说的，在生命之初，婴儿处于一个混沌、未分化的状态，他与母亲和世界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，一切的符号、语言和法则在这里都不存在。婴儿体验到的是一种魔法般的感觉，他在这个领域内是心想事成、毫无阻碍的。这就是实在界，一个前语言和前符号的混沌的领域，个体在其中充满了强烈的能量和快感。随着孩子学会语言，他便进入了象征界。这是一个由语言、符号、法律、社会规则构成的网络，对个体而言也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异化和创伤。所谓象征，就是用符号和概念来置换和代替真实的事物。正如拉康所说的，语言是对物的谋杀。他认为，象征秩序的建立必须以谋杀实在界为前提。当我们用树这个词来指代一棵真实的、活生生的树时，这棵树的独一无二的、充满枝叶的实在性就被杀死和清空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普遍的、抽象的符号。因此，一个人进入语言和象征秩序的代价，就是永远地失去了与世界最直接、最原始的连接。这个原初的失落，这个由语言本身造成的匮乏，就是象征秩序带给每个主体的最根本的创伤。然而，我们仍然需要思考，这种异化和创伤是坏事吗？显然并非如此，不如说它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语言带来的异化，那么他其实也就陷入了一种精神病的状态，他无法与他人建立关系，无法沟通，区分不了幻想和现实。不幸的是，当我们正处在一个压迫性的系统内时，我们在反思和批判体制带来的压迫时，也容易会把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，甚至是有意的异化，也一并当作敌人给排斥掉了。我们会觉得，凡是让我感到不舒服的，凡是需要我妥协、克服困难的，都是外界试图规训我、剥削我的阴谋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在这里做一个非常清醒的区分。虽然很多外部的压迫是不合理的，但只要你想要获得真正的进步和提升，某种程度的异化和束缚其实是不可避免的，甚至是必须的。比如我们在视频开头所提到的那位朋友，我想他的感受肯定是真实的。当他闭上眼睛，沉浸在自己的沉思默想中时，他的确拥有无限的灵感。在那一刻，他的思想是流动的，是全能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完美的。很多人会把这种脑海中光怪陆离的景象，认为是自己天才和个性的证明。在那个纯粹的内在世界里，他是绝对自由的上帝。然而，当你试图把这些灵感写下来的时候，坠落就开始了。为了把那个无形的想法变成有形的文字，你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法规则的约束。你不能自创一种只有自己懂的语言，那相当于毫无意义的乱码。你必须使用人类约定俗成的词汇和句法。如果你想让另一个人看懂你的想法，你就必须斟酌字句，反复考量你的表达是否精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痛苦是必然的，因为语言和我们内心那个鲜活的感觉之间永远存在着缝隙，
永远存在着损耗，甚至永远伴随着被误解的风险。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异化，你感觉你的思想被语言切割了。但这正是创作的真相。一个人想要写出来，就必须接受这种束缚。你要考虑文法、语法，要考虑文化对某个词语的隐喻含义，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度。这些东西看起来是不自由的，是沉重的，但它们却是一个灵感能够落地的关键。这就是飘在空中和踩在地上的区别。在空中的时候，个体确实感觉轻松、自由、无拘无束，但那终究是虚幻的。而当他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写、去推敲、去构建结构时，他的双脚是踩在坚硬的地面上的。这个过程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自由，不论你是进行何种形式的创作，不论是写一部小说、创作一段音乐、写一篇论文，只要是在进行真正的创造，都难免会有那种抓耳挠腮、苦思冥想、充满挫败感的时刻。这些时刻看起来一点都不美妙和轻松，甚至是枯燥乏味的。但正是这种对枯燥的忍受，正是这种主动带上的镣铐，才让那原本缥缈的灵感变成了可以被感知、被传递、被留存的作品。我们在网络上经常听到反对苦难崇拜的声音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感那种毫无意义的吃苦教育。这当然是社会的进步，但问题在于，我们在倒洗澡水的时候，似乎连带着把婴儿也泼出去了。我称之为一种虚空的自由。一方面，个体通过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他确实感觉自己避开了剥削、被评价，避开了异化，保住了初心。然而，这种自由又是如此的让人焦虑，因为在这个狭小的、不与现实接触的真空里，你的自我虽然看起来是纯洁的、干净的、富有灵性的，但它同时也是未定型的。它像一团没有容器的水，虽然清澈，但随时可能流散，被外界污染。这种状态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仿佛只要我不接触现实，我就拥有无限的可能。而一旦要接触那个杂乱的、不纯粹的现实世界，一旦要接受具体的任务和评价，这种无限可能就坍缩了。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堕落，觉得自己的优美灵魂不可避免地被弄脏了。于是，为了维护这份虚幻的完美，我们只能退得更深。但这其实加重了个体对自我优越感的依赖，让我们陷入了一种越纯洁、越脆弱和自恋的循环。那么，我们究竟该如何在保持自我和拥抱现实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，去建立一个真正坚实的自我呢？这个话题我们留到下期视频继续探讨。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，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。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、某段话、某个视频、某种社会现象，或者你的日记，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，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。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、困惑和情感，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对隐私性、安全性、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，也请及时告诉我。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，也请联系我，我会提供其他方式。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